今天我们讲谷歌对股市的影响。谷歌不仅仅是一个搜索引擎，它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公众舆论和任何特定时间世界状况的晴雨表。通过使用谷歌趋势，跟踪特定搜索词在谷歌中输入的频率，根据这些数据制定了相对成功的投资策略。这项最新的研究采用了谷歌趋势数据，研究人员聚焦在98个常用词上，这些词涵盖了从失业到婚姻等各个领域。通过观察这些词在美国互联网用户搜索中每周的变化，制定更为细致入微的投资策略，以深入了解社会心理和市场情绪对投资的影响。研究的目标是寻找与投资市场变化相关的模式，通过更全面地了解公众的关注点，期望从中获取投资见解。虽然具体的研究细节尚未详细说明，但这种更深入利用谷歌搜索趋势的方法可能有助于揭示社会心理和市场情绪对投资决策的影响。现代投资领域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经济指标和公司财报，而是越来越注重理解公众心理和社会趋势对市场的影响。这项研究试图通过对广泛关注的词汇进行分析，捕捉社会热点和舆论焦点的变化，为投资者提供更全面、更具深度的市场洞察。总的来说，这项研究可能为投资者带来一种新的思考方式，通过深入挖掘公众搜索数据，了解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和情绪波动，以更好地把握市场动态。希望这一方法能够为投资领域注入新的思维和策略，为投资者提供更为全面的决策依据。事实证明，其中一些词的频率变化是非常有用的预测指标，可以预测整个市场。在这种情况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下跌还是上涨？道琼斯指数是一个广泛的指数，通常被认为是美国股市整体表现的基准。该策略相对简单，系统跟踪债务等词的搜索频率是增加还是减少？从一周到下一周，如果这个词突然被搜索的频率大大降低，投资模拟会在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一买入道琼斯指数的所有股票，然后在一周后卖出所有股票，基本上是压住整个市场的价值会上涨。如果像债务这样的术语突然被更频繁的搜索，那么模拟就会相反，它买入道琼斯指数的空头头寸，在第一个星期一卖出所有股票，然后在一周后全部买入。像这样的空头头寸的概念对某些人来说可能看起来有点令人困惑，但要记住的基本事情是，它与传统购买股票完全相反。如果你有一个空头头寸，你就会在股票价格下跌时赚钱，而当股价上涨时你就会亏损。因此，对于任何给定的术语，系统预测更频繁的搜索意味着整个市场将下降，而搜索频率较低的市场意味着它就会上升。在研究时期2004到2011年，利用谷歌趋势数据进行投资策略的研究表明，通过关注特定词汇的搜索频率变化，可以制定相对成功的投资策略，远远超过简单购买和持有道琼斯指数股票的保守策略。以债务一词为例，根据其搜索频率的变化制定的策略在7年内产生了326%的利润，而相比之下，持有整个道琼斯指数股票仅带来16%的利润。该策略基于一种简单的逻辑，如果搜索频率下降，系统将在下一个星期一买入整个道琼斯指数的所有股票，然后在一周后卖出。反之，如果搜索频率上升，系统将采取空头头寸策略，即在第一个星期一卖出所有股票，
然后在1周后全部买入。在研究中，这种基于搜索频率的策略在市场走势的预测中表现出色，尤其是以债务一词为依据。图表展示了98个单词中每个单词的相对表现，从最有用的术语，如债务，到最无用的，如还。研究人员认为，搜索中术语频率的上升可能传达了对市场的心生担忧，这通常反映了投资者总体上相信在某个特定时刻卖出股票比买入股票更明智的观念。这种行为经常突然发生，当投资者集体转向新的头寸时，因此搜索频率的变化可能反映了投资者处于信息收集阶段，试图在出售之前更全面地了解一个行业或股票。此外，研究还表明，除了提供实际的投资策略之外，浏览这些文字还为观察美国人的集体心理提供了引人注目而又时常令人困惑的窗口。为什么搜索债务一词的人数的突然增加可能预示着整体市场情绪的负面变化？为什么乐趣可能先于市场上涨？以及为什么搜索颜色和餐馆这2个词几乎可以像债务一样准确地预测市场下跌，都是这项研究的有趣发现。这些发现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通过观察搜索数据来更深入地了解市场走势。学会了吧？知道怎么炒股了吧？好了，今天就讲完了。点赞、订阅、评论，再会。